所以不怕乌云。我们在平息的岁月里等风再起。你绝对是故意的。是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谁叫他对你态度那么差？你没忍住，怼了他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呀？没帮上你呗。哪有？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。不过你也想想看，他这人这么难搞，你要是不给他留下点深刻的印象，他怎么接受你采访？哦，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喽。不客气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担心我吃牢饭啊？是啊，你这么能吃，我怕你把派出所给吃垮。Sorry 啊，力度没有把控好。不过你也是真行，吃饭吃一半人没了，我以为你去哪儿了，结果是进派出所。突发情况嘛，我也没想到，没来得及跟你解释。哎，我今天也特别懵，我之前幻想了无数种跟他相见的可能性，但怎么也想不到是今天这种。而且我发现，他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奇怪。那这么奇怪的人，你还是想跟他做朋友？那个赌约，你还记得？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这个是以后留给丁爷给我签字的，你做了什么？这，我不是提前10年前帮你签好了，以后留着保值吗？保什么值？你先赔我这本书的钱。对我这未来这么不看好啊？不是我不看好你的未来，恕我直言，除非以后玩你游戏的人比看丁爷小说的人还要多，否则你实现这个目标机会很渺茫啊，大哥。怎么就渺茫了？那你以后跟丁野成为朋友的机会也就这么一丁点儿吧？你什么你？OK， 好，那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赌什么？赌以后是我先跟丁野成为朋友，还是你先成为著名游戏设计师？赌就赌。我都想好，如果我赢了以后会怎么办了。怎么办呀？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我放进你的游戏里。不是什么不，反正我不介意，我把我的形象免费授权给你。是，你倒是不介意，那我这游戏倒是彻底卖不出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，停！你还没说你输了怎么办呢？我黄银子怎么可能会输？哦天哪！我以为你把他当成小时候的玩笑都给忘了呢。开玩笑，我这记忆力能忘吗？那这么说，这个赌还作数喽？当然。那我今天反正见到丁野了，距离我们两个成为朋友又近了一步。那你呢，未来的大设计师？我告诉你，你可千万别太嚣张啊！谁输谁赢，那不一定呢。行，那你明天面试加油。今天这顿饭算我欠你的，等你面试成功，我请你吃一顿好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走吧。
一菲，关超婚礼的照片终于整理出来了，航天城6人组终于重聚了，就差你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个新消息，蒋毅决定不回英国了，我们4个在江州都可以凑一桌麻将了。电视台又在重播《仙剑奇侠传》了，想起了我们一起追剧的日子。等你回来，我们挑一部最长的，一起追。哎，马上那个赵灵儿就要出现了，你们说李逍遥会喜欢谁呀？那肯定是林月如啊，一起要吃到老玩到老。我觉得李逍遥跟赵灵儿才最配呢。可是林月如跟李逍遥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最开心啊，而且他们一路上经历了那么多。赵灵儿是白月光，白月光的杀伤力你懂吗？哎，行了，你们别争了。林月如呢就像银子，可爱又活泼；赵灵儿就像明宇，温柔又聪明。如果要是我2个都想要。蒋毅，啊？你要是李逍遥，你会喜欢哪一个？我哪知道啊？这就是问你呢，如果你是李逍遥，你会选林月如还是赵灵儿？我又不是李逍遥，你问我干嘛呀？假如你是呢，你会选谁啊？我选彭于晏。彭于晏多帅呀，又有脸又有腹肌的。林月如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女孩。什么时候来的江州？刚来不久，你呢3年多了。你离开公司没多久，我也走了，先去了台湾，然后就来了江州，一直在 ATG。咱们得有7、8年没见了吧？谢谢，尝尝。味道有没有很熟悉？跟咱们当时在南安普顿家店味道一模一样。那个时候你不出去吃饭，整天埋头干活的，还总让我给你带炸鱼薯条。那我当时都有给你付钱吧？你当然付我钱了，还答应陪我打游戏。游戏？哦，我记得是那个小岛。潜龙谍影。这你还记得？当然啦。还记得当时我们的暗号吗？时代是一个怪物，我们必须与其战斗下去。哎呀，我虽然是个做游戏的吧，但我游戏打得太烂了，当时只有你肯带我玩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游戏天才。你后来空中之城的事情，我有听说。我知道，对于你来说很不公平。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想了。现在你来了 ATG，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出更好的。是吗？我挺好奇的，你宁愿放弃更好的条件和待遇，也要做的项目到底是什么呀？一个沙盒游戏。什么世界观？这个可能还不太方便透露。那我换个问题。你有女朋友吗？蒋毅，面试的怎么样？顺利吗？还算顺利，怎么了？太好了，那明天为你庆祝一下啊！我把庄远还有明宇都叫上来我们家好好聚一下。不是，你也不用这么。那就这样了，明天晚上不见不散。看来我刚才的问题有答案了。逗你的，期待你周一的入职。丁野为什么去砸车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奇怪。只要读过他的书的人就知道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会死磕到底的人。也没见他磕出什么成绩。我并没有觉得他没有磕出成绩，
也许这10几年他在韬光养晦呢，然后等人们快遗忘他的时候，突然啪一本杰作，震撼世人。可是他拒绝了你的采访。没有拒绝，只是还没有答应。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我的。哎呀，现在就算是他答应你的采访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什么意思啊？总监让我告诉你，不光要完成这篇采访，而且要评为 A 级才会跟你续签。我就知道。加油吧！爹，怎么又是你？昨天派出所登记行程的时候，你写你来过书店，我偷看到了。我不会接受你任何的采访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？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采访？而且你到底想采访我什么？我想知道你这10几年干嘛去了，还写不写书啊？我什么都干，就是不写书。我已经不谈论文学，书我都烧了，现在只看电视剧。你撒谎，你撒谎！这是你第2本小说《迷宫》里面的男主人公汪湖说的话。你真读过我的书？我何止读过你的小说，你的3本小说我翻来覆去读过很多遍了，包括你小说里面提到的小说我也都看了，除了有一本裘辉的《赋予术》我没找到，因为那本书不存在，是我虚构的。什么？居然是你虚构的？你知不知道当年我为了找这本小说跑了多少个图书馆啊？我真的是你的粉丝啊！我的粉丝多了去了，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采访？我想帮你澄清事情的真相。不需要。那你可能永远会被误解。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，而且我怎么知道你采访我之后，不是真正误解的开始？如果你不澄清的话，那可能坏人会永远的逍遥法外。你以为你砸了他的车，他们可以受到惩罚吗？不，他们只会用你的钱把车修好，然后继续写歪曲的事实去伤害别人。那你怎么能这么笃定我就不是坏人呢？我都说了，我看过你的书，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会做那些让自己恶心的事情的。理想主义者一般都没有好下场。别以为看过我以前的书就能了解现在的我。我可能是不是十分的了解你，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。这本书叫《偷书贼》，你把它偷出去。一定要偷吗？咱买行不行？必须偷。如果你敢，我就接受你的采访。不敢就算了。你确实有点东西，我也有点东西。没想到你真成偷书贼了。这下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？拿着，拿高点，来个 pose， 笑，对，可以了。拍这个干什么？留下你偷东西的证据啊！就是不敢啊，这是你让我偷的啊！这本书挺好看的，把它看完。拿着。
烦帮我结个账。啊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去帮您结账。谢谢啊。嚯！要是不知道这是外卖，还以为你得到了郭阿姨的真传呢。这外卖点的还有点水平啊！我还吃了凉皮儿，明宇还吃了酒皇炒鸡蛋。什么时候能开饭呀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别着急，明宇马上就来了。那是得等到。估计是明宇来的。怎么了？明宇在群里说他来不了了，有事儿。啊，没关系，今天的主角是老贾，我们给他庆祝就行，是不是老贾？啊，对。既然明宇不来，那我们开动吧。赶紧吃吧，来来来，快吃。好吃。哎，老贾，我听说那个 ATG 在国内是最好的游戏公司啊，一般人可进不去。他可不是一般人，我一直觉得他没有问题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相信你啊。我记得你以前可不这样啊，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肉麻了？我是认真的。行吧，喝一个吧。来，让我们庆祝蒋毅找到新工作，开启人生新阶段。来，恭喜！怎么了？不会是停电了吧？来不及了，快，哪来得及？再一个。好了，还有1个小时，请你们交出电视的使用权。凭什么呀？今天晚上仙剑大结局。这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是。那要不咱们回回龙店看？不行，这次咱们绝对不能让，咱们一定要在大屏幕上看仙剑大结局。交给我。再来一局，再来一局。喂，你们必须要在今天玩游戏吗？你们非得在今天看啊？当然了，你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了等大结局等了多长时间。我说实话，大哥，你看或者不看，这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那我要看大结局，我想知道李逍遥最后跟谁在一起了。这林月如啊，已经死了，所以你也不用看了。哎，闪开，闪开啊！你再说一遍。闪开！我不闪开。你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？那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插销啊？你拔呀！你拔一试试！别！你拔呀！怎么回事？我还没拔呢，灯都灭了，没电了吧？得，这大结局也不用看了。天哪，难道我今天真的看不成大结局了？还有多长时间啊？50分钟。50分钟。有了，整个航天城都停电了。明子，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呀？我知道有个地方，现在出发还来得及。你上不上？你那么沉，你要不上一会儿没人载你啊。那我还嫌弃你呢。那我坐蒋毅的车吧。我坐庄远的。
我到一会儿打烊了。老板，我们能借你们家电视看看吗？是啊，老板，帮个忙吧，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这儿的。那你们要看多久啊？我们就把这集电视剧看完就行。好吧，不过你们这么些人，最起码要点点吃的吧？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一共6个人，点12碗面。好嘞。谁吃的玩意儿？真吃不动。谁让你自己点那么多的？我的也给你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这不合理，结局就应该是他们停在湖中的那一刻。哎呀，看得我好难过。我以为林月如能重生呢，没想到最后还是没有跟李逍遥在一起。没办法，李逍遥最后喜欢的还是赵灵。你吃不了就别吃了。没有下一集了吧？完了。行了，这电视剧大结局也看完了，这电视是不是以后也该归我们了？归你就归你吧，反正以后我也不会去了。为什么呀？高考了，我要在家写作业。你最近真是迷上写作业了。要你管。行，写完了记得借我抄就行。你去找明宇跟庄远抄吧。他们写那么好，肯定一下就被老师发现了。再说了，哎，你干嘛去？坐车啊。咱俩住一栋楼，你不会还想让庄远绕路送你吧？我不送。那我坐你车。我们走了啊！哎，你等会儿我们。快点，他们都走了。我们一步步的走，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天空。我们乘着船，扬青春的帆，驶向那未知的远方。人海里有多少座岛屿？天上有多少颗星星？风浪里，我们都像春光一样年轻，所以不怕乌云。我们在平息的岁月里，等风再起，去唤醒初次相遇时心动的感应。我们在人潮里慢慢熟悉了拥挤，像留住的回忆，在梦里侧耳听，风在起绽放着青春的光影。那个时候我们6个人，好像总能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事情。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年少无知、无知无畏吧。真希望我们6个人可以一直那样无知无畏。来，喝酒。
你租房了吗？啊，租了，在哪儿啊？离这儿稍微有一点远。等你请我们去做客啊？好呀，等我再收拾收拾它，现在可能还稍微有点乱。来呀，再喝一杯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如果明宇能来，就更好了。你们两个把这个馄饨分了吧。这个艰巨的任务，那就交给老蒋吧。吃啊，你们两个！哎，好久没喝这么开心了。是，我看你也挺开心，这路都快走不直了。买瓶水喝。行。哟，投币的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么老式的售卖机？总有人会念旧嘛。有零钱吗？我看看。我还正好有几个钢镚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你到现在都留着明宇的照片呢，你才是那个最怀旧的人嘛。还说我？你呢？你翻看他的照片还在吗？我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我怎么那么不行呢？这是什么？行。我就觉得你一直没忘了黄英子。你们俩还有可能吗？我们俩很多年前就错过了。我怎么觉得你们没有全剧终啊？快拉倒吧！你有空想我的剧情，你还不如想想你自己的剧情呢。哎呀，我早就不想那些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当朋友就足够了。怎么了？饭卡有没带？哦，用我的吧。丢三落四毛病，啥时候能改？谢了啊。你这可是我月考赢了才要来的，王明啊。这个马没了。马走日啊！马走日啊！挡他车，挡他车，挡他车，车。走马可以吧？可以。错
军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下次啊你别来了，你这个臭棋篓子啊，这水平还赶不上我们家那个2岁半的小孙子呢。我认输了。这郭大爷呀，是公园的棋王，从孙子出生到现在2年半，未尝败绩。你说你挑战他干嘛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是在那儿站着看你们下棋。你这水平也忒次了，你学了2天才学了马走日跟象飞田，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只觉得每个人都有擅长跟不擅长的事情。那马尔克斯也有可能不会下象棋呀。马尔克斯肯定不会下象棋。你为什么每天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做一件毫无天分、毫无兴趣，而且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呢？那你为什么天天跟着我呀？我想采访你啊。我已经明确拒绝过你的采访了。所以你为什么每天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呢？我并不觉得让你接受采访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情，我有信心让你答应。谁给你的信心？梁静茹吗？不对，她给的是勇气。韦先生的澄清文你看了吗？我不需要你澄清，我也不会感谢你。我做这件事情不光是为了你，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了你什么 ？KPI， 还是好奇心？这两者有冲突吗？这样，好奇心 KPI 选一个。我更想要了解你。我不需要任何人了解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急着去拒绝跟别人交流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很多人看着你书长大，就是因为你才愿意对抗这个世界，是因为你，他们去做了很多本不可能做的事情。在我最低谷的时候，是你的信给了我鼓励。黄英子，你和我说你要好好学习，如果你要好好学，会是这样吗？啊？你看看你这文综成绩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完了。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我这么大火力，走吧。真把笑面虎的话往心里去了。以前我考不好，是我没有好好努力，我认。可是这次我真的好好学了，为什么越考越差？哎呀，要不你干脆就别学了，反正你还有我呢。有你干嘛？有我给你垫底啊。啊。蒋毅，吃饼干吗？不吃，明明。黄英子最近怎么了？你说，我平常要说了2句，她肯定踹我一脚，要么就骂我一句。最近怎么奇奇怪怪？我怎么知道？白问。我曾经也经历过黑暗。亲爱的丁言，我是你的一个忠实粉丝，一个。我是你的1名忠实粉丝。我不记得我写过这样的信。怎么可能啊！我仔细研究过，这就是你的字迹。听好了，这封信不是我写的，而且我写小说不是为了鼓励任何人，只是因为我自己想写而已。
莹子，哎，周远，来，看看想吃什么。今天怎么想你请我吃饭了？我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想要拜托你。说。你还记得我18岁生日的时候，你送我的那个礼物吗？丁野的荧光虫。是夜光虫啊！我谢谢你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时候你除了孙燕姿最迷他了。是啊，我最近呢，要采访的对象，就是他，丁野。那你这岂不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？是这样了，不过他最近呢不肯接受我的采访，什么办法都试过了，百毒不侵，刀枪不入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天才吧，性格都有些古怪。你知不知道，他跟你是校友啊？我校友华大毕业的，中文系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有点印象。我之前在学校的杂志上看到过他的文章。所以呢，我想去华大转转，看看有没有关于他的线索。这能有什么线索呀？10多年都过去了，当年的风云人物早已变成传说。我实在没办法喽，我也没有头绪，我只能求你了，帮不帮我嘛？帮是行，不过你这么费劲，不会还是记得当年你们打的那个赌吧？那个赌注，你也知道？蒋毅告诉你的吧？这个大嘴！当时那个赌，确实挺吸引我的。你就没有一丢丢是为了老蒋？毕竟打赌了嘛，那肯定希望能赢。不过我可不希望他给我画画像。他以后要真成了大游戏设计师，他画的游戏画像很值钱的，你就不想做他的灵感缪斯吗？哎，以后这玩笑别再乱开了，人家现在都有女朋友了。哎，柠檬精，啥意思？酸。你把话说清楚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啊！我就烦你这种人啊！你说的有秘密，你说了你又不告诉我，要不然你就别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女生，她有男朋友。什么？蒋毅是第三者啊！天哪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蒋毅变成这样了，他图什么呀？而且那个男生，比他帅，比他还帅，还比他有才。蒋毅知道这些吗？知道。那他也愿意，就这么当第三者啊？这女的有多大魅力啊！我让你看看他女朋友，这就是他女朋友。在哪呀？她男朋友不是蜘蛛侠吗？所以不单是老蒋知道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。行啊，搞了半天耍咱们呢。他没女朋友啊，他。当时婚礼那个场景，我妈和你妈都在夹击他，他不说他有女朋友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像咱俩一样喽，被逼着相亲。是呗。所以说呀，还是老蒋这个点子好。蒋毅，这么多年没变化，满嘴还在跑火车。但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赌注我更想赢了。说吧，作为丁野的校友，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我想让你带我去你们华大的图书馆，看看他写的文章，没准能找到什么线索。这个简单呀，我帮你弄一张图书阅览证不就行了？多谢兄弟，事成以后我再请你吃饭。哎，我先说好啊，我可不是为了这顿饭，我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。你什么好奇心啊？你知道追电视剧断更的感受吗？不知道。就是我看你们俩这部电视剧看了20来年了，结果现在没下文了，我倒想看看你们俩谁会赢。放心吧，兄弟，这次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我尽量赢。希望呗。哎，别！
别给我加排骨了，我减肥呢。哎呀，减什么肥呀？你看妈就喜欢你这小脸啊，圆乎乎的，多好看呢！不减肥。就是，平时也吃不上你妈做的饭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多吃点啊。行，多吃点。哎，对了，闺女，你这马上要毕业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找工作呗。在北京找？进媒体吗？杂志、报纸、新媒体都看看吧。那你不准备读研了？我又不是庄园，天生是读博士还有硕士的料。我先准备工作2年再说吧。哎，我听许红说庄园也回来了。啊，对，那明宇也回来了，人家还带了男朋友回来。那你们都回来了，不准备拒绝？当然聚啊，我们现在1年也就只能聚这么几次了。别说啊，一说起这帮孩子，我还怪想他们的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把他们请家来，老妈给他们做顿饭吃。行，我问问他们哪天有时间。记得给明宇做韭黄炒蛋啊。哎，那必须的。要不就明天吧。行，明天。好。蒋毅，你还好吗？最近都没有你的消息。庄远，你还想吃什么？跟阿姨说，阿姨给你做。够了，阿姨这些。别客气。儿子，放寒假了？哎，这回怎么换了一个苦力跟灿烂的呀？这个才是真的未来女婿吧？这个张婶儿，我这次真的要告你诽谤了。希望你赶紧嫁出去。25。明宇。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我就不去了吧。那我去了。明宇。银子。明宇，他是。哦，他是我男朋友张楠，这是我发小黄英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想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说吗？你直接追过来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自己还不是屁颠屁颠跑过去追人家？别忘了形象啊！不行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但要在这闹，我还要回去呢。你江都大学人知道你渣男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渣男，离开我！渣男 ！Crazy。你好。你好，云雨，正好我有点事想跟你说，你跟我出来一下吧。啊，走。那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。走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？快1年了。快1年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是吗？所以你要说什么？昨天在航天城书店，我看到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。不可能，你可能认错人了。那即使跟别人在一起，就不能是普通朋友吗？天哪，方明宇，你有时候那么聪明，在这个事情怎么那么傻呀？我当时就在，那个女孩一直拉着他骂他骗子，说什么他是渣男，那一看就2个人还在谈恋爱呢。方明宇，
上了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，他们不像咱们这样知根知底，你别被别人给骗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不是，你知道什么了？你听到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？黄英子，你能不能别再管我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我别再管你了？我看到别人骗你，难道我不跟你说吗？从我们离开航天城到大学的那一天起，我就跟我自己说了，我要和过去告别。所以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，经历什么样的事儿，我应该学会自己面对。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，你一见我就对我说这些，我真的觉得自己挺失败的。不是，明宇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发生什么事儿，你可以跟我们说，我们都在呢，咱们可以一起面对啊。怎么一起面对？蒋毅走了，你、我、庄园，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上大学，一年到头来见不了几次面，大家都有各自的新的生活，大家都在向前走，只有你一个人还活在过去。有些事情发生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其实我知道，上了大学以后，你就故意在疏远我，也不怎么联系我。但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其实有很多时候我都想问你，可是我不敢，因为我怕一问你，我们连朋友当不成了。明宇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认为我们上了个大学，我们的友谊就会变得如此脆弱。是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跟我说，或者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呀。你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但是我请你不要再担心我了。咱们都向前看吧。有一种感觉，明宇，说不上来的微妙，夹杂着特别。有一种离别，是只能看你远走，留下了哽咽。明宇，你朋友呢？故事还在被订阅，反复思考。我是跟他见过一次，但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肯定看到点什么就借题发挥。他是我朋友，即使我们说了什么，也用不到你来评价。明宇，你听我给你，我们俩不要再见面了。哪怕喜欢只是一点点，累积成了年复一年。每当出现雨天，一幕幕再浮现，熟悉的街。
在被大雨谅解。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就和那个男生分手了。之后，我和英子就没再联系过。他其实也是为了你好。我知道。其实你不用劝我。咱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就像家人一样。但是人长大了，就会离开家，有自己的生活，需要自己的空间，就不能像小时候一样整天都黏在一起了。这个庞大的市场催生了一个复杂的婚恋中介系统，各种服务应有尽有，只要你有钱，就能满足各种需求。可据统计，这些需求里，唯独没有爱情。这个角度不错，依然，这个相亲中介的选题，我想交给你，我希望能够在下个月初看到成果。月初？依然手里边现在有好几个选题同时在做，忙得过来吗？要不找其他同事帮帮忙？主编，可不可以这样，让依然姐呢先专注丁野那边，我来做这个相亲的选题。我之前做出租伴娘的时候，查过很多关于婚恋市场的资料，容易上手。这个选题我是打算上头版的。这个板块，依然的经验最丰富。依然，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黄英子，已经快过去2周了，这2周你的数据贡献为0。我想问你，丁野的案子你还打算继续跟下去吗？总监，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多久？1周。1周之内，我会说服他接受我的采访。好，就1周。1周之内，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那我会放弃这个选题。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别忘了，你的续签申请还在我的办公桌上。明白。你是庄远的发小？对，我是。你是？我是庄远室友韩天林，他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哦，谢谢啊。庄远呢？他跟导师在开研讨会，他的毕业选题又遇到了一点问题。那个选题不是之前就遇到问题，现在还没解决啊？你这都知道啊？你们这研讨会能旁听吗？照理来说应该可以。那我能去听听吗？行吧，走吧。谢谢啊。临近毕业，要换研究方向。庄园啊，你选直博的时候，有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要研究什么？我当时考虑的确实没那么清楚，但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。以前的科研实践方法有缺陷，但我对我的新研究方法有信心，所以我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。我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你们的研究方向，我还要考虑你们论文的通过率，考虑你们未来的工作安排。你知道现在社会上竞争有多激烈吗？我如果现在放松对你的要求，让你由着性子来，那就是对你不负责任。我知道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，谁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啊。马小哥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庄博士。庄远吧，有时候看着确实有点书呆子，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人。我是他室友嘛，我知道他喜欢一个人，喜欢了10几年，但只是没有勇气表白。我觉得，那个人就是你。误会，这天大的误会！我没误会啊，我知道这话不该我说，但我真替他着急。如果我今天不告诉你的话，他肯定憋心里一辈子了。我知道他给你准备一个礼物，放那个抽屉里边很久了，这个事儿你知道吧？
什么礼物？就是一个小盒子装的，里边装了一个手镯。他把那个东西视如珍宝，每天在宿舍里边看啊，擦擦灰，吹一吹。我还知道他是为了你才来江州读书的。他来读博不是保送的吗？以他那个成绩，清北肯定保研。你说换了别人，能去清北，谁还来这儿啊？聊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聊你八卦，聊你开心。我没有什么八卦，干杯。谢谢。那我先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谢谢啊。庄远，我刚才其实听了你们教授对你说的话，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。比如他说论文要考虑实际就业，还有社会竞争，这一点我挺赞同的。不过作为你的好朋友，我觉得你寒窗苦读，已经读到了博士，那不就是为了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吗？就像我们90后，人多势众的，进入这个社会就相当于挤进了沙丁鱼群。行，我们挤进去了，那也是最普通的那个鱼啊。而且这个时代，我觉得研究自己喜欢的科目，比较容易能成功。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，但我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。先别说课题是不是自己喜欢的，就连这个博士本来也是我妈的意愿。人工智能，我确实不太懂，但是我懂你。小的时候，你因为一道加分题，你可以饭不吃觉不睡，就为了把它给做出来。别人看你都觉得你是个书呆子，但是我当时看你，我觉得你帅呆了。所以你现在也不应该妥协，无论是学业，还是感情。嗯，大柱，你不是来找丁野的资料吗？怎么跟我聊感情了？你是不是有一镯子，想送给方明宇的？你怎么知道我有镯子？你刚刚那舍友把我认成方明宇啦。嘿，这大嘴巴，我那都准备好长时间了，都过时了，就送不出去了。过不过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在你的心里，你对他的感情过去了吗？如果过去了，为什么那镯子留到现在？那我不是也没机会给他扔了吗？那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谈恋爱？不是本来就难找对象。行行行，我说什么你都给我怼回来。那我现在问你，如果方明宇今天跟你说他要结婚了，你不会后悔吗？好吧，莹子，我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我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小的时候，我想什么事儿，你也是能一眼就看穿。你的七喜。莹子，这是我的汽水。对不起啊，我一会儿再买一瓶还给你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回家吧。我还要再吃一会儿，你们先走吧。我跟你们一起走。庄园也没有吃完呢。啊。那我们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我吃不了了，都给你吧。你跑那儿干嘛去啊？孟子说过，男女授受不亲。《礼记》里还说了，
男女有别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莹子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所以呢？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你吧？不是吗？那天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你自己说的。我呸！谁给你的自信啊？我那天只是随口一说，好吗？那你为什么最近老跟我放学一起回家？呸！谁要跟你回家？我想抄你的作业，好吗？还有新进那天，你为什么坐我的车后边？呸！谁要坐你的后面？这是他们后面都有人了，我没得选，好吗？哦，你的意思是你想坐别人的车后边？反正不是你的后面。你想坐关超的车？呸！怎么可能是他？那你想坐谁后边？我想坐这。